那地缘政治变化，新的一个会议里面又看到一个新的趋势哦。这个是来自于夏季达沃斯论坛会议期间，有谁参加了呢？包括越南啊、波兰啊都出席而来，跟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开的会嘛来会晤的时候，越南的范明政总理特别表示，希望在双边会谈上面有更多的合作，甚至第一次在开幕和会议上面跟李强中国总理一起发表特别演说。那对于李强来说，他最近的谈话是说，对于大陆经济成长达到5%有信心，而且呢，他认为世界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呼吁各国要深化科技交流合作。重点来了，营造公平而不是歧视的环境。但现在就是地缘政治，各个不同的联盟一直在互相的对抗当中嘛。他这个喊话当然有其特别的意义，而且分别见到了波兰啊、越南啊，这个都有他的这个算盘在大局里头拨的这个重要的合作要务，包括了见波兰总统的时候，除了当然也有很多合作交流准备要进行，包括了观光啊。他给了波兰公民单方面的免签，从25号到大连出席这个会议上面的时候，还见了上海书记陈吉宁等等，很多善意没有错。但是呢，同时波兰总统访陆的时候，有个中波行动计划内容曝光啊，说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东门外这里进行了国事访问啊，还有亲自的迎接他一起。高规格的欢迎啊，那包括要推动波兰产品对华出口到中国市场，汽车啊，各种的两国的企业营造啊，各种环境，我看到画面上是相对的高规格给予对待跟礼遇的。但是呢，还有谈要跟吉利汽车讨论这种各种的合作电动厂的案子啊，可是也警告他也有这种警告的意味在里头是什么？因为呢，这个他是挺乌克兰的。特别呼吁波兰总理，我虽然给你很高规格的对待，但是不要借着中俄有贸易的关系就抹黑中国，甚至呢，另外一个元首可就没有那么被礼遇跟接待了，不被待见吗？那么因为欧盟的部分对中国大陆寄出了电动车的重税，结果呢，德国副总理哈贝克，因为他还兼了经济部长嘛，兼了环境部长嘛，到千里迢迢飞到中国大陆来。应该也就是为了车业，怕被抵制到啊。结果想不到他只见到了谁？只见到部长级的商务部长王文涛，还有这个大陆国家发改主委而已。其他的人呢，他见不到。例如，他见不到李强，他刚刚也见不到习近平。他虽然是身为副总理的身份，当然报道是说，哎呀，他是本来要见李强的，被莫名喊卡等等，就是外媒的报道。但是毛宁怎么回应呢？中方没有安排吗？还是安排被卡了呢？他回答，中方不了解德国媒体提到的有关会见，就是说啊，从头到尾就是你想要见我没有说要跟你见啊，是这样吗？所以显然就是给他个排头吃。那想要跟总理级的见面还没有机会，是这样吗？但所以大陆部同时这么多外宾来，高规格的还有谁？是秘鲁看秘鲁有多高规格。这个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秘鲁共和国总统博鲁阿尔特6月25到6月29对中国访问。那么不但习近平接见，李强接见赵乐际委员长，分别跟他见面之外，也会有很多的安排啊，不管参观华为、比亚迪都是高规格。为什么？是帮习近平到 APEC 铺路吗？秘鲁总统到北京吗？很受关注之外，当然两方最重要的合作就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前凯港即将合作的这个重要的契机。因为过去当有货运货物要通行的时候，中国是必须要绕过到墨西哥，然后坐小船到巴拿马运河，然后再花时间才能到往南美洲这里来走的。可是甚至要到巴西其他国家都一样。但现在呢，有了前凯港，完全是改变了历史，直通到秘鲁之后，这里秘鲁港的重要性，它成为一个枢纽，甚至是全球在拉丁美洲这里的重要物流中心。这个海上的物流中心直接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概念。所以呢，包括加打亚洲跟这个南美洲之间的货贸18米的深船，通通都可以畅行无阻。当然对北京很重要，也难怪给秘鲁高规格啊。那德国来是谈这个欧盟有什么条件，他又说不能代表欧盟谈判，以至于待遇就不一样了嘛。赖教授，我觉得德国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哈，因为目前来讲，欧盟它基本上还是追随美国。虽然没有美国的关税惩罚那么重，美国的拜登的宣布是100%的汽车关税，而欧盟它宣布17%，
然后一直到38.1%，再加上原本10%的关税，所以等于是最低就是27点多，27.4%，最高到48.1这么高。结果这位德国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他到中国大陆来要当说客，因为他知道中国大陆是一定会报复的，一定会反制裁。那要反制裁，可是汽车工业对德国来讲是命脉，真的。那他怎么样避开反制裁？观众朋友，您知道这位德国的副总理讲了什么样的弱智的话吗？他跟中国大陆努力的，他说我很努力的跟大陆解释，说欧盟对您的高关税不是惩罚性的啊，是为了让你的电动汽车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哇，跟民进党学的吗？对，我跟你高关税48.1%的高关税，是为了让你的比亚迪为了你好有更强大的竞争力，我是为了你好。我就觉得这个简直是弱智的话了。那为什么？因为中国也可以这么说啊，我对你的 Volkswagen 啊，对你的这个 Benz 啊，我课以53.1%的关税，不是惩罚性，不是报复性，是为了让你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各位观众朋友，您觉得有这么弱智的一个总理、一个副总理吗？所以这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那么只跟这个王文涛他们见了面，那当然谈得并不顺畅，谈得并不理想。那何立峰就见不到了，同样是副总理级的就见不到了，那更不用讲李强了。所以我觉得德国这位副总理他自己也心知肚明，说麻烦了，这次回去的时候啊，可能要开始硬着头皮收拾善后了。对，要收拾善后了。可是大陆它是区别对待的，因为大陆它知道欧盟是如此，可是欧盟底下的成员国却很想跟中国大陆合作，里面有一个就是波兰了，匈牙利也欢迎比亚迪到匈牙利去设厂，意大利也欢迎，那现在波兰也欢迎。波兰的总理这次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的时候，就谈到了4大领域的一个合作，里面就包括了电动车的合作，包括清洁能源的合作，然后也包括经济贸易的合作，也就是说，希望中国大陆更多的进口波兰的这些农产品，大陆看起来也是愿意让它通关。然后最重要的地方，大陆要什么？大陆要是一带一路，那波兰目前本身也很愿意扮演这个从中东欧进入中欧、西欧的枢纽点，所以这样子双方就一拍即合。那当然，波兰的总统也一定会谈到这个俄乌的问题，那他也会表达他的关切，表达他的态度，希望中国能够起作用。那中国大陆的回答就很清楚，就是说中国不是当事方，中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的原委。那中国有中国的解决的问题的办法，但是你不能够把中国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把它无限上纲，把中俄之间的贸易全部都放在说是我们支持这个俄罗斯去打乌克兰，这是不对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来讲，大陆的区别对待，然后在欧洲这个部分里面，个别的国家是拥抱跟中国大陆合作，而欧盟却拥抱美国，那这个中间就产生了矛盾了。的确哦，将军，就连欧洲国家各自都有不同的战略嘛。你看波兰也是啊。这个东西本来我就讲了嘛，这些小国家夹在你中美之间的这个夹缝里面，它只有唱出一个法宝：政经分离。我政治上认同这个G7跟美国的说法，但经济上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啊。这个今天你看哦，中国大陆的外交做得很巧妙，高规格的接待波兰、秘鲁，对不对？压低德国的，为什么呢？其实最痛的是德国，所以这一棒子挑得很狠的，因为德国的汽车啊，很多在中国大陆设厂，回销给德国。我在大陆看的 Volkswagen， 所有的公务员都开这个车，高阶一点的公务员开奥迪。商人有钱的开宝马、开宾士，所以你看这4个车种啊，在中国大陆有多大的市场？今天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倒霉的是谁呢？德国的车商。所以德国现在偏偏是红蓝绿三个灯号的这个政党的内阁，
这个来的又是不恰当的一个人，这个人抗中抗的最厉害，最厉害。所以中国大陆怎么会给他好脸色看呢？见个部长一定是相谈不欢嘛，那么灰头土脸回去。所以其他你看高规格国事访问给波兰，波兰呢将来有个问题，就波兰有什么东西回销给大陆？这倒是农产品值得从欧洲千里迢迢搬过来吗？我孤陋寡闻，我可能不知道波兰有什么中国人特别爱吃的牛肉，到哪里都买得到。所以这个问题啊，波兰倒是给波兰一个 favor， 我让你波兰去做电动车，做那个太阳光电板，这两个对波兰是很有用的。那可能中国大陆就唤起你政治上的态度要有一点转变吧。这个是对这个秘鲁这个更嚣张了。这个太平洋的港口一开啊，我记得以前中国大陆好像有个计划，从巴西要打一条路到秘鲁，这样打通的话，南美洲所有的经贸活动就靠这个港口啊，变成大量的出口，大量的进口。所以对于南美洲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定了。也不必经过巴拿马运河，也不必绕道。直接从太平洋就进来从巴西的货品、古巴的货品、这个秘鲁的货品都可以回销，而且离美国那么近。对，所以中南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现在后花园里面也开了一个大门，这个门是美国现在没有办法，以前美国用很多不太人道、不太上道的手法控制南美洲了，收买了、政变了、颜色革命了。搞中南美洲，现在这些人大部分都醒了一大半了，因为南美洲也没什么天敌，也没有说哪个国要侵略它，我不需要你的保护，但是也不接受你的管制。美国的常备管辖对南美洲很凶的，先是收买，不听的话暗杀。南美还有一个诺瑞嘎，还被抓到美国去坐牢，人家的总统你说这个有多嚣张吧？所以这个东西啊，眼看的是美国现在有点众叛亲离，所以他的 great again 呢，就是他的门罗主义可以 great again， 其他的没有了。好的，委员怎么看呢？这个各种的布局在国际政治里头，看起来大家各有算盘，这也是必然的。他跟波兰的这一招其实是蛮厉害的，就吉利汽车去那边设厂，因为他是波兰是这个北约的一份子，是啊，而且他也是这个欧盟的一份子，所以你欧盟整体来看，这个大的国家可能比较有对抗中国大陆的实力。可是像波兰这些国家呢，他们的经济不是太好所以今天习近平为什么上次去的时候要去这个南斯拉夫啊，到塞尔维亚啊，后来还去了匈牙利，好，那他现在波兰这个跟中国大陆这样来往这么密切，你就可以看他这个下围棋，他有定时啊，他就认为未来来讲，那主要的国家他们实力比较强大，影响他们不容易，我就跟这些你周遭这些国家，可是他们也是在欧盟里面他是有投票权的，在北约里面他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是讲波兰啊。所以呢，他跟他们这个来往，然后你们不准我的电动车进去，那我就到波兰去设厂，设完厂以后，波兰当然希望这些车子不仅我们用，也能够外销到欧洲其他地方，这样太常赚到钱吗？是。这个时候你德国说你不能进来德国，法国说你不能进来法国，你认为容易吗？不会太容易了，而且它设厂不会只有在波兰，现在是吉利在波兰，对不对？其他的车厂它可能在匈牙利也设厂，到其他塞尔维亚可能设厂，在很多地方设厂，摩洛哥也对。那你这样子你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经济实力到最后还是最重要。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秘鲁，这个中南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嘛，门罗主义就是认为你们欧洲人不要进来我这里，我不管你们，你也不要进到我的地盘，这是角头的口气啦。我不到你那条街去混，但是我这条街是我的，你不要过来这样子。可这个东西慢慢是很难，后门尤其像巴西，现在是左派当家嘛，
那秘鲁其实是中国大陆是秘鲁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出口的市场。你现在又要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港口，那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慢慢不是只有商业层面，连军事的层面慢慢都会强化起来。好，这个是这大国之间的搏斗啊，就是全方面的在竞争啊。美国想说我来亚太找你麻烦啊，你就被我黏在那个地方不能动，他不会的嘛，他会自己找出路嘛。那你来我家我就去你家嘛，你来亚太我就到你的后院去南美洲、中美洲去搞一下嘛。所以他们这个斗争是很大。我们其实也管不了太多的事情啦。好，但是我们最重要就是说左右逢源，你们不管怎么斗，守住台湾，守住中华民国自己的利益，好，极大化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补充一点，是现在打的是叫经济战，对不对？你要看出双方有个优劣哈。美国只要讲投资，人家是他的商人去投资，商人要评估赚钱不赚钱。中国大陆是国营企业，有这么大的银行，有这么多14亿人的存款，他政府要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所以这一场打商业作战的资本来讲，那中国赢美国赢太多了。是啊，美国的商人说，我一评估，你叫我去，我没有钱很赚。那个制度不同，产生的效果结果就不一样了。他执政时间长，这一个计划下来10年，他10年做完，他说了算。拜登还不知道能不能连任呢？拜登你签的条约，川普上来我不认，那怎么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战争已经2年半了，现在还在打，没有看到和平的契机。但是呢，看到了普京大拉拉去访问了北韩之后，双方达成了各种协议，其中马上先看到炮弹来了，有480万枚炮弹直接从南韩运到了这个普京俄罗斯这里来。南韩国防部长北韩，对不起，北韩。这个南韩国防部长说的啦，抱歉。那特别说，这个根据他的情报资料里显示，北韩向俄罗斯运送了这个至少1万个货柜，装载480枚炮弹啊。南韩当然也很紧张啊，所以他赶快先提出示警，这个源源不绝的炮弹，在双方的元首见了面之后，接下来有更多可能的供应吗？那 CNN 特别报道，中国为什么对2个人的见面没有回应？那这种沉默背后可能是在干嘛呢？保持警惕，就是说。中国大陆很担心吗？担心俄朝跟北朝鲜之间的合作会让北京紧张吗？坎贝尔甚至说，中国可能担心朝鲜被鼓动采取挑衅措施，导致东北亚地区发生危机。所以，中国对于俄罗斯跟北韩之间的局势中有些焦虑。美国郡头甚至讲，普丁跟北韩签的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可能制造跟中国的摩擦，而中国长期以来是北韩的主要盟友。真的吗？中国会紧张吗？不是美国紧张吗？那都是哪些媒体报道这个角度，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因为其实真的这个现在的合纵连横来讲，美方最担心的就是包括了俄罗斯，这跟北韩、跟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立场，过去控制得住的。现在已经完全 hold 不住的情况之下，谁担心？答案告诉大家呀。像在美国、欧洲继续要攻击或是扯后腿在俄罗斯的部分呢，普京一样说，欧盟批准14亿欧元的俄国资产啊，利润转入援助乌克兰的基金啊，这是 G7 上面所做的决定。那么《纽约时报》说，亚洲之行先区域地缘政治风暴，才花了4天的时间。访问一下亚洲，普京就成功激怒了华盛顿，削弱北京影响力，并让一些印太地区国家更紧张不安吗？来看看日本海这里俄国太平洋舰队双边战术就6月18号到28号在太平洋日本海这个地方进行演习，由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来主持。那么俄国副外长甚至说，莫斯科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跟伊朗签署一项新的全面合作协议。所以他除了腾出手，不止打乌克兰，腾出手在这个日本海周边这里演习，警告日本之外，当然对于其他的地方也有伊朗啊，或者他也访问了越南嘛，对于东南亚或者是伊朗这里中东也有各种的
这个腾出手可以作为的地方。那么因此啊，这个西方一再的讲中国大陆是不是提供了俄罗斯武器去攻打乌克兰呢？那一直说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现在提出来这样的报道说，俄罗斯军方啊最近买了一批武器，什么武器哦？是沙漠穿越1300之3型的全地形越野车。其实买越野车啦，越野车不是武器吧？哦，但是他们把它改装了，改装上了机关枪啦，或者是可能作为简易的防空车的方式。他说这个就是大陆会去支援这个俄罗斯的证据。那如果这样改装都算的话，那过去算皮卡车最厉害。2021年阿富汗啊、塔利班啊发动了全国大攻势，他们用什么车？都是用丰田的耶。我也是觉得这个原来好像小汽车火柴盒一样，大家可以各种组合哦，各种的加装机关枪啦、榴弹炮啊等等，也都是丰田好厉害哦的货卡车所叫做穷人之战的改装方法，包括中东、北非都是这样打的。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北非还有中东把这个卡车给改装的情况之下，没有人说是日本支援当地的战士啊，那难道这个就算了吗？哦，当然媒体报道了蛮多的，但其实在介入战事这一块，中方倒是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希望促成和平的，是比美国还希望促成这个俄乌战争的停火的。赖教授，中方很希望俄乌停火，这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啊，它的主要的2条线，那么的枢纽点在波兰。一条是波兰经过乌克兰，另外一条是经过白俄罗斯，所以如果俄乌没有发生战争的话，那一带一路走的是更顺畅，从波兰做枢纽点，再往德国走啊，或者往这个南欧走，然后往北欧走，其实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都有好处，所以大陆确实是不希望俄乌爆发冲突。那俄乌爆发冲突的始作俑者，那很明显的。我们都知道都是跟美国有关的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目前来讲，他要栽赃抹黑中国大陆，栽赃抹黑不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欧洲或是北约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制裁不是经过联合国同意的，所以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决议，是单边制裁。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没有必要遵守你这个单边制裁。我觉得美国要在这方面又要去抹黑大陆，也站不住脚。不过我倒觉得说，以目前啊这个普丁这次成功的访问朝鲜，跟这个金正恩签了准军事同盟条约，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的啊，因为你会看到坎贝尔啦，美国的这些官员跟纽约时报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啊，他们都认为中国大陆很焦虑，可是我倒认为是美国、韩国、日本最焦虑，焦虑到不行。严格上来讲是。美国、韩国、日本是震惊，中国大陆一定会表达高度的关注，没有错。但是真正焦虑的是美日韩，为什么？现在对美国人来讲，他最担心的不只是朝鲜满足这个俄罗斯所需要的地面武器的弹药，然后俄罗斯满足朝鲜所需要的战略武器的这些技术以外，其实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俄国在东北亚地区，在朝鲜半岛开另外一个代理人战争。俄国认为你美国可以在乌克兰这个地方搞一个代理人战争，就是你美国躲在后面，然后由俄国跟乌克兰去厮杀。那为什么他不能够也搞一个代理人战争？他躲在后面支持这个朝鲜、北韩，然后跟美国在朝鲜半岛厮杀。那这个对于俄国来讲就很有利了，因为你美国就会分兵乏术了。你一方面要搞这个乌克兰，你已经精疲力尽了。你如果东北亚这个地方再开一个口子的话，然后中东地区还没有平息，以色列还要打黎巴嫩呢。对，还要打黎巴嫩，那你美国还有什么力量？尤其是东北亚的局势一打不得了，因为韩国的经济一崩啊，日本的经济一崩，美国的经济就跟着崩。坦白说，我们台湾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我想刚刚赖教授已经点到这个要点。为什么大家观众听不懂什么俄国跟朝鲜搞得好，中国大陆有焦虑、有摩擦？有，但是不严重。问题在哪里？从什么角度看问题？俄罗斯的好处呢，就是我开辟第3个战场。对，你美国有多少实力去应付以色列真主党的这个跟这个
俄乌战场啊。那你再开辟第三个呢？你美国的军事围堵什么都有问题了，而且你经济上也撑不住，这是俄罗斯的想法。美国的焦虑也是这样。中国的看法是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你们都听过一句话：远亲不如近邻。如果近邻是个恶邻，你怎么办？你把历史梳理一下，俄罗斯侵占中国多少领土？俄罗斯强大的时候，中国绝对没好果子吃的；日本强大，中国同样也没好果子吃的。所以，中国大陆说，我们按照大战略的构想，我不乐见俄罗斯把核子武器跟导弹技术通通给朝鲜，因为朝鲜这个棋子是不可预测的、不可控、不可靠，是太可怕了。你说中俄之间有没有问题呢？问题不大，但是有。你记不记得中吉乌那个铁路谈了多少年？25年呢？25年就不让你过啊，因为你中国大陆把“一带一路”打通的话，中国大陆强大的不得了，俄国也怕，那就完全被你取代了。竞争的关系。将来就说我大兴安岭要回来，我唐努乌兰海要回来，海参崴要回来，不是不可能啊。所以俄国也怕中国强大，中国也怕俄罗斯超强，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是有摩擦，有不爽，但是呢不会表面化，因为现在俄国急需要中国的抱团。刚刚在讲，中国的不愿意得罪欧洲，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我没有用军品，不像北韩搞480万发炮弹，不得了啊！大家说为什么北韩有这么多？北韩跟苏联一样，都是主张大炮兵主义，而且北韩侵略南韩主要的武器也是炮兵，所以你看能拨出480万，他自己还有库存，这是可以相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皮卡。我们看了多少塔利班皮卡上面可以装207机炮、307机炮、重机关枪、这个榴弹枪，很多轻武器的中重武器都可以带，而且到处乱跑。沙滩车，我当年在美国看沙滩，我也想买。沙滩车啊，它可以跨1英尺高的地岸，它也可以从2层楼跳到1楼都不会翻。上面我们当初我想法是上面装托式飞弹。哇！车头上装60机枪，这个在越野的速度又快，它很快从集结点到滩头就可以打你。美国以前做过一个试验呢，用沙滩车编的部队跟装甲车对抗，装甲车的联兵营输了。哦，因为它小，它身高就比你这个桌子还低。它是4个轮子，避震器很强。每个轮子上面4个避震器，所以它蹦蹦车一样，它开过来你还看不见它，在稻田里、麦田里你就看不见它。所以他那次对抗做过一次，我看过那个报告，他的击毁战车的比率比战车击毁它小嘛，灵活度很高。所以就是说，现在的战争常常你不起眼的东西，它的机动性高、隐蔽性强、速度快，就是决胜因素。所以大国啊，就要看到每个国家的大战略里面自己本身的利益，所以我也不怀疑中国大陆是有点不爽，但是他绝对不会放弃中俄抱团的一个机会。委员，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不高兴，我认为他反而会有点高兴。为什么？以讲大战略来讲，中国大陆现在如果看到俄国被打得很惨，只有在非常屈辱的条件之下签了合约，那你认为下一个目标会是谁？绝对是中国大陆嘛？没错啊，美国一定搞中国大陆。那但是呢，他又不愿意过分的得罪美国跟北约这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为什么叫不愿意过分得罪呢？因为你如果真的要让俄国能够撑下去的话，我们不要讲，我们讲炮弹就好了。他一天要用多少枚炮弹？少则几千发，多则1万到5万发，一天哦。请问你，中国大陆会卖炮弹给他吗？中国大陆到目前讲法就是说，我没有卖武器给他，他用的字叫做 weapon systems，就是武器系统，我没有卖给他。他其实有一些军民两用啊，这你很难批评他。我不敢讲皮卡讲的什么越野车这些啊，军民可以两用嘛，对不对？还有一些生产的这种设备是有了，所以中国大陆也不愿得罪美国。啊，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子嘛，要不是左右逢源，就是左右要规避嘛，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你北韩愿意去帮这个忙，你北韩愿意供炮弹给他，让这个俄国可以撑下去，对中国大陆来讲不是什么坏事情啊。至于说中国大陆怎么看待北韩哦，北韩曾经有一个人在金正恩刚开始上台的时候，是中国大陆最重视的人，他舅舅，这个人就张承泽，就是他的姑丈，被炮击，他的姑丈后来被杀了，而且杀得很惨。在那个以后，其实北京对像金正恩基本上已经心寒了，就说你不看生面看佛面嘛，这个人跟我们关系最好，北韩这么多人，你偏偏捡他出来杀了，北韩如果对北京来讲，你就是故意给我难堪嘛，某种程度了哈。所以从那以后，其实双方的关系。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戴口罩是为了保护感冒，保护来宾。那也请大家保重身体健康。先介绍这节跟我们讨论国际国内题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化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战略专家李英玉芳，大家好。国际政治学者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镜周刊》，一样问一个问题。先这些新闻出来的时候，先问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是《镜周刊》？不知道，但这个内容是什么呢？驻美代表在萧美琴离开了之后，接任的人呢，其实他是一个从文官体系、外交体系上来的人，就被爆出自肥啊，从100万沙发包括新台币96万的手工沙发，25万的床。买2张然后各种的用品都很名牌，连毛巾都要买名牌的，都报公账，还说是都报说这个副总统要用的等等的，那甚至把下人使唤如何的嚣张，换车子换得多不合理等等。但重点来了，其中还有一段他还讲到说，这个外交官啊，居然在一个外宾的场合抱怨。萧美琴啊，走啊，东西又没有搬走，还留在主卧室里面，害他只能跟太太一起委屈住在客房。说真的这会不会不太合理？就是说，见外宾会讲这样的话，然后这样的时间点这样说的原因在为什么会这个时间点？当然，我今天早上访问翁履中教授，他的理解、他们的分析都会认为，可能要多想一想有没有证据啊、观察。但是不是有人要这个位置的呢？因为当时萧美琴离开的时候，高层思考后认为。与其政治任命，例如再把林佳龙派去吗？还是派这个吴钊燮去吗？不知道，不如直接在外交系统找一个专业的外交官来过渡比较好。强调过渡那因为外交部派的这个熟悉中美洲事务的于大雷他西班牙文也精通，那同时长期就是在美国待了很久的专业的外交官，跟美国跟中南美的关系都很深，所以是要换掉蔡英文的人马，还是有人要这个位置不知道。当然这个事情外交部的回应也很保守，就是说要查这个根据年限的确不能这样换这些车子，要去追查后面有没有疏失等等，跟过去要去护着萧美琴一个酒送回来的态度不太一样。但两岸之间呢，现在要保台只能靠美国的情况之下，台湾是真的束手无策吗？被所形容是史上最近的4艘大陆的海警船今天凌晨2度，今天早上2度闯了金门海域，只距离5海里这么近，对方还有一些喊话。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中国海警14603，中国海警14603，这是金门海巡队，其船已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向航离。我们刚刚看画面，据报道啦，我们只能说据报道嘛，就是说光这样的喊话跟驱离花了2个小时，就跟着这个船2个小时一直喊话吗？我是不了解啦。那因为对方也没有走，然后就是不当回事，慢慢晃。这个报道是这样写的啦，是不是真的事实到2个小时？那跟那个快艇到淡水来半个小时买个阿给也差不多的概念了哈。所以驱离的时候，除了广播，还有其他作为吗？大家就问咯。那询问海巡署回应，本署以坚定的执法立场，全程对中国船只实施搜证、广播警告、驱离，那分组应对等等等等，然后一直到驱逐他愿意离开为止哈，很佛心呐哈。所以。包括6月24号6点到25到6点到25号的6点，有10架次逾越中线的延伸线到了西南空域，直接海峡中线早就视为不在了，就是
都是这个自己的地方，所以最近距离到鹅銮鼻只有40海里，基隆62海里。那甚至呢，距离鹅銮鼻40海里的情况之下，明天还要往菲律宾海去发射火箭。有这样各式各样海空的作为之下，我们能够做什么很有限。那第一岛链整个都是不平静的，例如日本有4艘渔船。还有几艘的巡视船先后进入了钓鱼台海域，这是20号到24号之间，包括了日本的惠比寿、鹤丸等等4艘渔船先后进去了这里，中国海警就对它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警告驱离。那甚至不只是海警船而已。军舰来了，动75跟其他的万吨大驱直接到南海去威吓菲律宾啊。那当中还有中方的媒体就喊说，下一个是山东号来了啊，这个是坐礁的形式，标记先兵礁，所以接下来派遣的包括动71啊、055舰啊，这个各种的驱逐舰大驱都在往这里进行菲律宾的各种威吓吗？中国军事专家更推测目前停在南海战区的这个港口山东号航母也很可能部署到这里来，马上就是他喊的下一个山东号进一步就要升高地区紧张局势，山东号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个安全的控管吗？那有没有可能军事提高升高的程度也就更高了，因为一直在护台底线嘛。但是南海这个岛被说正在扩建，要放 F-35吗？有卫星照在媒体上面曝光了，菲律宾扩建的这个中业岛有包括修建钢棚、机库钢筋混凝土塔台是不是对空军基地正在进行全面的扩建这个是6月12号被发现占领的这个南沙中业岛上面做的独立日庆典。那么中方面也担心，美国会不会把它变成垂直起降的 F-35B 型的战机在这里部署，随时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威胁。那你看美菲之间的这个协防的各种约定，现在冲突越来越烈的时候，底线一直在踩。那测试底线的情况下，现在其实还没有看到美方的进一步表现那将军怎么看？从我们的驻美代表开始出问题，到我们的国防的整备。驻美代表是一个资深公务员，他应该知道这个进退应对的方寸，所以这个沙发也好，床也好，我们按常理来讲，床换个床单就可以睡，没有道理说人家睡过的席梦思也要换这个我们要查的话，就是说这个购物的订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什么人名义发生的，是他还是萧美琴？所以这个问题如果说照现在新闻报道，的确失德有欠，这个你没有必要。第二个华盛顿的樱花，你坐个计程车就可以去了那个我去看过，很不需要什么专程的。所以这件事还有待查清，是他内部有人要搞他呢，还是怎样？反正也是个过渡吧那问题就是说，民进党实在派不出像样的外交人才。你看前面的部长就干得哩哩啦啦，对不对？第二个，萧美琴干得好呢，也是人家美国需要把台湾弄出来当个棋子，所以真正的外交人才应该要珍惜，要培养，还是要有派系挺才行。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你一党之私了把国家的公器当成你一党的这个私人运用。下面我要讲菲律宾了。菲律宾从前一阵子中国大陆派出来很多比海警船层级还要高的飞弹驱逐舰052、054、05这个大驱。最糟糕的是，因为现在马德雷号还没有处理完，宪兵礁又上去了2条，所以这一次解放军里面还出动了这个2栖登陆舰。2栖登陆舰的战力跟海警船是完全不一样，它可以直接派陆战队上岸处理。第三个有中业岛，中业岛原来是中华民国的，在一个台风天里面被菲律宾窃占的。所以中国大陆也可以来主张继承中华民国的这个离岛的这个控制权，所以中业岛的扩建将来也可能是一个引起争端的一个东西。第三个，各位要看一个最近的新闻，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发展出一种新的火箭炮弹、火箭弹跟导弹的结合的。
听说弹头大概有480公斤，这个是反舰很厉害的。我想这个武器的发展就是针对美国从日本、奄美大岛、琉球、石垣岛到菲律宾这些小岛上建立这么多小基地，那么这种弹就是针对它了，它的火力前推嘛，兵力往后退。所以我觉得南海的剑彰怒拔的态势比台海还严重一点，因为摆东西出来，你像同样对台湾有威吓嘛，有海警，但是还是海警，还是中线只是在边边上绕来绕去，这种都是比较灰色的手段。但是说055大区2条带很多飞弹驱逐舰，带了海警船在南非的话，它就是展示一个态度。不再纵容菲律宾在这边蚕食鲸吞的往南海这边发展，所以你看到美国的航母也就离开了，那个蓝岭号呢跑到马尼拉去停泊去了。所以菲律宾所指望的美菲协防条约，它其实不是协防协议啊，大概对它起不了多少保护作用，因为这个南海的政策看出它执法跟执行的态度很坚决，所以不惜是用海警执法以外，军舰已经到了这边，所以我们看南海问题将来会比较更尖锐了。所以这个印太司令部也好，美国的外交人员放些话，什么话都比不上拳头摆在那里，这是事实。是委员，当我们在看就对于各种的，不管是海警船，或者是各种的面对越来越逼近的这个对岸的船只到底是第一级还是有限度的自卫？什么军方的国防部的说法其实也一直在变，那以至于这样我们就直接在那里劝了2个小时，这样叫做驱离吗？这金仙制水域在金门马祖已经不复存在了。是啊，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西部的海域，它是有计划的，一步一步来，就是每次利用一个事件，比如两国论啊这些什么，与这个李登辉访问康乃尔这些等等，他就慢慢就逼近中线，然后穿越中线这样子。所以现在第二台湾海峡中线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接着就是金门跟马祖。说起金门跟马祖我是不像帅将军这样去过很多次，他毕竟是职业军人嘛。不过我在金门也住了将近1年，其实对金门有很深的感情了。金门马祖的地位真的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我们的资产，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负债。你喜不喜欢它就存在在那个地方。它也可以缓和两岸之间的关系。小三通啊，它也可以让两岸的关系突然间就变得非常紧张，因为毕竟金门马祖离中国大陆太近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所以我常常讲两岸的问题其实基本上是个政治的问题啦。你要把它当作军事的问题的话，金门马祖是非常非常麻烦的问题。你现在讲金仙制水域，好了，他现在就进去了，离金浦只有5海里，当然就已经进入金仙制水域了啦。官兵很难你能够怎么样？你劝2个小时，对啊，劝2个小时，他愿意离开，算你运气不错。对，他如果你劝24小时，他都不离开，你打算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打他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要有一些的政治的智慧。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民进党政府把两岸的关系当作是一个军事就是完全军事的关系。我只要把台湾变成像一只刺猬，而且这个刺猬还有很多的军火库。这是美国想要建议的，你台湾要买足够的军火啊，不要到时候来不及啊，买呀，赶快买。好了，你越买越多，问题有没有解决嘛？很多民进党不喜欢马英九，可是你摸摸良心看，马英九的时代，两岸关系稳定，战争的可能性几乎是0。那你现在买了这么多的武器，跟美国关系也比以前好太多了。你台湾的安全感有没有增加？答案是没有增加，反而是大幅的减少嘛。那更不用谈什么这六合夜市什么士林夜市，他们喜欢不喜欢看到两岸缓和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要回到原来讲，台湾适度的提升国防力量是应该的。有军队就要买武器，武器只有越买越新，怎么可能越来越旧呢？但是你有没有把同样的智慧、
同样的努力用在如何处理两岸的政治旗舰上面。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两岸没有打仗，一定有他不需要打仗、不想打仗的理由，一定有。那你就把那个理由好好保住它，利用它，让两岸继续维持现状。你这可以做得到，我也不相信中国大陆说真的一定会打台湾不可，我不认为啦。可是你一直买武器，一直买武器，这个军备竞赛就开始了嘛？不要讲打仗啦，光是你的钱花这么多在上面。你未来怎么办？你告诉我，快速老化的社会，年轻人不管生小孩，这些都要用很多的钱来解决。你钱砸那么多在军事上面，我认为对台湾的安全其实是不会增加的。那要说，因为的确我们现在的确更觉得不安，兵源也不足，然后年轻人担心要常去当兵上战场啊，但连前线官兵可能都莫衷一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战略是什么，在该怎么因应现在越来越近的这个距离。台湾跟大陆不是同等量级，在军事方面是如此，在海警方面也是如此。您看到的，大陆的海警船吨位又大啊，那台湾的这个海巡署的船吨位小很多。你说你用小船去驱离大船，这有点是可笑。可是现状已经被赖清德、被蔡英文他们改变了，那就回不去了。那回不去了，大陆的海警船在金门的净仙子水域的航行也已经是常态了。想要挤海里就挤海里，他想要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当初就是台独的这些人只会讲大话，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管碧玲也是一样，只会讲大话，说驱离呀，你怎么驱离？打呀，你怎么打？讲了半天，顾立雄不是也说，我授权，讲了一堆法律的文件，大家都听不懂，到底是谁开第一枪，谁授权开第一枪，讲的大家不懂，说，哎呀，你们都不是学法律的，大家气得要死。好，那这些就是台独人，就是一张嘴，那张嘴一直在讲好，但改变了嘛？改变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也现状也被改变了嘛？当初就一直劝他不要把钓鱼岛国有化。日本石原慎太郎一定要把钓鱼岛国有化，后来日本的他们就把钓鱼岛国有化了。好，那现在钓鱼岛中国大陆实际控制在手中了。现在日本的渔船根本没办法在那地方捕鱼，你一进来，大陆的海警船就把你驱逐走，要你不走就把你抓走。然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没事就在那边挡来挡去，就是避免日本的渔船被大陆扣走。美国一直强调，我跟日本有安保条约，到目前为止10几年过去了，没有一次生效。这个安保条约不生效的，而且还说安保条约基于钓鱼岛从来不生效，这代表什么？那菲律宾也可以这样想了哈。菲律宾的美菲的共同防疫条约也没生效，到现在也没生效。当初小马可斯说，只要有一个人受伤，平民百姓受伤，就立刻生效。结果呢？菲律宾自己说没有生效，没有生效，而还不用美国人出来说没有生效，因为只断一个手指，只断一个，不知道不是受伤的，什么时候才会生效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